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的，我们马上进入主题。荧幕上这个数字15万，你第一眼看到这个数字会想到什么？15万台币。这可能是一台很不错的摩托车的价格，对吧？或者是很多上班族可能要辛苦存个3-4个月，甚至半年的薪水。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不是年薪，更不是什么年终奖金，而是一个人单一一份工作的报酬，你会不会觉得哇，有点夸张？这到底是做什么工作可以有这样的价值？答案揭晓，这是一支笔电评测的业配影片的价码。讲这句话的人是一位前 Google 工程师，现在呢，他是一位非常成功的科技 YouTuber。这就有趣了，对吧？一个台大机械应力所毕业，职涯一路从 HTC 做到 Google Pixel 手机团队的声学研发工程师，一个标准到不行的硬体技术专家。他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可以开出这么漂亮的价码，而且厂商还心甘情愿的买单？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的职涯思维。好，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他这套独特的职涯心法，看看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大家在 YouTube 上可以搜寻科技狗，他本人更喜欢大家叫他毛巾，本名李立群。他的学经历真的可以说是台湾理工科的天花板级别了。台大机械系，接着念台大应力所，这在当年可是号称天下第一所，超级难考。毕业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手机巨头 HTC。后来的故事更传奇，整个 Pixel 手机的硬体团队因为实在太强了，直接被 Google 整包买走。他就这样顺势成为了 Google 的资深声学工程师。你听听看这条路，光听就觉得金光闪闪，对吧？但他现在最广为人知的身份，却是一位专门评测 3C 产品的科技 YouTuber， 这就很值得我们来深入探讨了。那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15万收入，这是偶然吗？是他运气好，刚好接到一个大案子吗？我们来看这张图，这是他近期12支影片的变现状况。答案是100%，你没看错，每一支影片通通都有商业模式，有些是直接的产品业配，有些是导流到他太太经营的团购。这说明了什么？重点来了哦，这代表市场上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厂商们手上有很多很棒、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但他们找不到一个对的人，可以同时具备顶尖的技术专业，又有能力把那些复杂的规格参数转化成我们一般大众听得懂，而且会感兴趣的内容。这种技术转译的能力，就是他能开出这个价码的关键。他就像是一个翻译官，但不是翻译英文日文，他是把火星文般的工程师语言翻译成我们地球人听得懂的消费者语言。厂商花15万买到的不只是一个 KOL 的流量，更是买到了一个顶尖的产品翻译官。这笔投资对厂商来说划算的不得了。OK， 看到这里，你心里可能会想，哇，这条路也太梦幻了吧？是不是只有他这种学霸中的学霸才有办法这样走？别急，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瞄准这条路的。我们先按个暂停，一起倒带回去看看，一位顶尖工程师，他最传统的职涯道路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他又是如何从一条看似最稳定、最传统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全新的出口？我们继续看下去。你看这个路径是不是非常典型？台大机械、台大应力所，毕业后进 HTC， 再到 Google。这条路根本就是所有理工科学生的梦幻路径，对吧？可以说是台湾理工科学生职涯规划的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范本了。每一步都踩在最正确的点上，非常稳固，含金量也超级高。可以这么说，只要他愿意，他绝对可以在 Google 安安稳稳的做到退休，领着高薪，妥妥的人生胜利组。他自己也分享过，其实在公司当 R&D 工程师做事情，跟在研究所当研究生，那个日常生活的相似度高达80%。每天就是跑模拟、分析数据、看论文、找最新的技术，然后想办法解决产品开发上遇到的各种物理极限问题。我举个例子你就懂了，手机老板永远跟你说，我要手机越做越薄，但身为声学工程师，你心里就会 OS，
大哥，喇叭单体要有足够的空间，音质才会好啊。这时候相机部门也来抢空间，我们的感光元件也要够大，拍照才会清晰。你看，在手机内部这个寸土寸金的空间里，各个部门的需求就会互相打架。他的工作就是在这种充满限制的条件下，用科学方法找出最佳的平衡点。所以说穿了，这段经历其实就是把硕士班的日常搬到一个压力更大、薪水也更高的场景里而已。好，那问题就来了，既然在 Google 做得好好的，年薪也非常可观，为什么要走？这就是今天最核心、最精华的概念了。他选择离开，并不是因为他讨厌工程师的工作，更不是要抛弃过去所有累积的技能，而是因为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职涯发展。他把职涯当成一场大型的线上角色扮演游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RPG。这就是职涯技能树的概念。传统上，我们都被教育，职涯就像在爬梯子，对吧？从工程师爬到资深工程师，再到主任工程师、技术经理，路径非常单一。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梯子越往上越窄，上面还挤满了人？但技能树的思维完全不一样。他告诉你，你的职涯更像在打 RPG 游戏。你拥有的所有技能，不管是学校学的专业、工作练的实务，甚至是你的个人兴趣，像是弹吉他、写作、拍影片，这些都是你可以点亮的技能点。重点不是你把单一技能点到多满，而是你如何策略性的去组合这些技能。就像游戏里组合不同的技能可以放出大绝招一样，去解锁一个市场上从来没有过的独一无二的新职业。我们直接用他自己的例子来看，就非常清楚了。他的主线任务是什么？很明显，就是在大学打下的基础技能，物理、数学、写程式。进入职场后，他又透过工作打怪升级，点亮了升学专业、专案管理，还有在外商必备的英文沟通能力。但最关键的来了，那个改变局势的转捩点，往往都藏在支线任务里面。他一直有一个默默在练的支线任务，就是他的兴趣——摄影和影片剪辑。他从大学时期就喜欢玩单眼相机，也持续用影片记录生活。这对当时的他来说，可能就只是个兴趣。但最后，当这些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的技能点全部被串联起来的时候，砰的一声，他就解锁了一个全新的隐藏职业——专业科技内容创作者。这个职业既需要工程师的硬核知识，又需要创作者的表达能力。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者，价值自然就高到破表。所以这张图就很清楚地呈现了这两种思维的巨大差别。左边的线性阶梯，你追求的是在单一领域内的晋升，往上爬的路很窄，而且非常拥挤，因为跟你一样厉害的人真的太多了。但右边的技能树成长模型，你追求的是跨领域技能的组合，你的目标不是在既有的赛道上跑赢别人，而是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赛道。在这个新赛道上，你就是唯一的玩家，你来定义游戏规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在 AI 时代，这种跨领域组合的能力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单一的重复性的技能最容易被 AI 取代，但这种独特的跨领域的组合创意是 AI 很难复制的。我再举一个他分享的我觉得超级精彩的例子。他有一位朋友啊，本业是微软的软体工程师，就是大家想象中那种很聪明的工程师，但同时他也是一位职业演员。这两个技能听起来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对吧？软体工程师跟演员。但有一次一部电影在甄选一个 AI 科学家的角色，你想想看，在好莱坞会演戏的人满街都是，但有多少职业演员能够真正理解 AI， 能演出那种工程师特有的气质和说话方式？结果他这位朋友因为同时具备软体工程师的专业背景和职业演员的表演能力，直接击败所有科班出身的竞争者，拿下了男主角。你看，这就是技能树最神奇的地方，你永远不知道你现在培养的哪个支线任务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帮你的主线任务开一个强到不行的外挂。好，理解了技能树这个强大的概念之后，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光懂概念没有用，对吧？我们该如何实际应用这个思维来帮我们自己的职涯打怪升级呢？接下来我们会提供一些非常具体可以马上执行的策略。我们先来挑战一个很多人心中的大魔王问题。
很多人都想进像苹果、Google 这种顶尖公司，但打开他们的征才网站，你会发现，每个职位几乎都要求3到5年以上相关经验。这对一个刚毕业或只有1-2年经验的新兴人来说，根本就是一堵高墙，是不是就完全没机会了？感觉就像直接被告知谢谢下一位一样，对吧？这里就要分享一个真实的逆转胜案例。一位化工系毕业只有1年传统产业工作经验的年轻人，竟然被猎人头公司推荐去面试 Apple 的硬体部门，而且还真的面试上了，年薪直接200-300万起跳。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难道他偷偷练了什么神功吗？关键就在于他是个骨灰级的果粉，他对 Apple 的所有产品，从硬体规格到软体操作，都有极度深刻的热爱和理解。面试的时候，他不是只讲他懂什么技术，而是能从一个超级使用者的角度，跟面试官滔滔不绝地分析，我认为 MacBook 的下一个研发方向应该是什么？目前的散热设计在哪个使用情境下会遇到瓶颈？如果我是 PM， 我会怎么改进？它展现出来的不只是基础的工程能力，更是对产品和市场的深刻洞察力。这种使用者洞察结合技术基础的组合技，让 Apple 的主管眼睛一亮，觉得这个人是个宝，必须立刻把他抓进来培养。他用他的热情这个技能点，弥补了经验值的不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策略系统化，把找工作想象成在打一个副本的大魔王。第一步，先研究魔王的数据。去你想去的公司的官网，像是 Google Careers， 把他们的职位描述 Job Description 当成攻略本，逐字逐句的仔细看一遍。第二步，辨识出魔王的属性，他需要的技能是什么？是火系魔法 Python 还是冰系魔法 C++？ 需要哪些 qualification？ 第三步，找出他的弱点，也就是这家公司现在最想解决什么问题，他们开这个职缺是为了解决什么痛点。最后，回头看看你自己的技能树，看你还需要去哪个村庄接任务，点亮哪些技能，才能够打造出一把专门克制这个魔王的神兵利器。用这种方式准备，你的求职过程就会变得非常主动，而且有策略，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拿着同一份履历乱枪打鸟。好，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一位前 Google 公司的转职故事，学到了一个足以改变我们职涯规划的核心思维，就是技能树的概念。千万不要再把职涯看成一条单向的越走越窄的梯子，而是要把它当做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 RPG 游戏。花点时间回头盘点一下你过去所有的经历，不论是学业、工作，甚至是那些你觉得不务正业的兴趣，思考一下，你可以把哪些看似不相关的技能点组合起来，去创造出一个专属于你的，在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全新角色。这个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每个人都花时间好好思考。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期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